我们要永远在一起哦。全网疯传手机电量带7，肯定能刷到一部恐怖片。但据我观察，如果你的手机带9，那么恭喜你，终于刷到了这部由真实事件改编的台湾恐怖片《失忆》。据说导演在拍这部电影时，还真的拍到了阿飘。大家注意看左边的树杈中间有张一闪而过的恐怖鬼脸，是不是瞬间毛骨悚然？但大家千万不要害怕，我是觉得应该是导演想要搞点噱头出来，增加一下电影的热度。我们还是要相信科学。废话不多说，咱们马上开始。男主陈浩是个电视台制片人，日子过得相当舒坦，马上就要和相恋多年的女友步入婚姻殿堂。可他做梦都想不到，一场看似普通的春梦却把他拖进了无尽深渊。梦里他出现在一个陌生的老宅子里，看着周围的布置，似乎是有人结婚。他满心欢喜，刚想掀起新娘红盖头，可下一秒我勒个去，这个新娘竟然不是活人，那双浑浊的眼睛死死盯着他。陈浩浑身冷汗，瞬间惊醒，还好是个梦。他吓得大口喘着粗气，本以为只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，他也没在意，又睡了过去。到了早上，他照常出门晨跑，可就在路过一棵老槐树时，一个鲜红的红包静静躺在树根下，在清晨的光线下格外刺眼。正常人都有贪小便宜的心思，陈浩当即停下脚步，心里还嘀咕，这不掏上了吗？就在他准备拆开红包的瞬间，一只枯瘦的手突然拍在他肩膀上。有事吗？你要这个？给你啊。他随手把瓶子递给老人，不过短短2-3秒的功夫，再转头看向树根，刚才还清清楚楚的红包竟凭空消失得无影无踪，连一点痕迹都没留下。这诡异的一幕让陈浩心里第一次泛起了嘀咕，回到家洗澡时的一幕却直接让他后背发凉。他低头一看，自己胸口莫名出现3道鲜红抓痕，深浅不一，一看就是刚留下的。他下意识以为是睡觉被女友抓伤，压根没往心里去。可更要命的是，陈浩最近正在拍摄一部民俗纪录片，主题偏偏就是台湾最禁忌的阴婚习俗。这也说明了他晚上为啥会做那个奇怪的梦。为了拍到真实素材，他专门采访了当地赫赫有名的玄真神婆，而神婆的一番话直接让众人毛骨悚然。以前的女人生前未嫁，死后不能进入宗祠，会变成了孤魂野鬼。所以呢，老一辈的人在他死后749天内要替他完成冥婚，让他的灵魂能够圆满投胎转世。不然会怎么样？怨念太深，他会留在那个地方，世世代代干扰，不得安宁。做法很简单，把死者头发、生辰八字和贴身物件装进红包，丢在路边隐蔽处，家属躲在暗处蹲守，谁捡到这个红包，谁就是天选的阴婚新郎，不能拒绝，更不能反悔。听完这段讲解，陈浩脑子里瞬间闪过清晨的红包和身上莫名的抓痕，心里咯噔一下，一股不祥的预感直冲头顶。采访结束，众人准备离场时，玄真神婆突然叫住陈浩，脸色凝重的吓人，盯着他的眼睛沉声问他：自尊儿，最近你有没有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？没有发生什么事啊。我八字蛮重的，应该是不会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。陈浩还嘴硬逞强，说自己八字过硬，百无禁忌，根本不可能撞邪。可神婆根本不吃他这一套，临走前丢下一句细思极恐的警告：自尊儿，所有的征兆出现都有它的原因，要注意一点。这句话像根针一样扎在陈浩心里，可他依旧心存侥幸，觉得只是神婆故弄玄虚，而身边的异常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疯狂加剧。当晚下班回家，发现女友手机莫名其妙掉在桌底，他弯腰捡起，只以为是女友不小心掉落，
丝毫没察觉往日温柔活泼的女友早已判若两人，眼神空洞木讷，浑身散发着生人勿近的寒气，做饭的口味也突然大变，说话语气冰冷僵硬。可陈浩愣是没发现半点不对劲。深夜入睡后，更恐怖的噩梦如期而至。这次他直接梦到一栋破败阴森的老宅，空气中弥漫着腐朽的霉味和浓重的血腥味。他不受控制地推门而入，拿起桌上的煤油灯，缓缓走向卧室。床上铺着陈旧的红床单，鼓鼓囊囊，像是藏着什么东西。他伸手猛地掀开床单，床单之下赫然躺着一具身着大红嫁衣的干枯女尸，皮肉萎缩紧贴骨头，面目狰狞可怖。陈浩吓得连连后退，撞翻了身后的柜子。结果刚好摸到一个相框，刚想擦掉灰尘看清照片上的人，床上的干尸竟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。极致的恐惧让陈浩瞬间惊醒，他下意识转身抱紧身边的女友寻求安慰，可这一抱直接让他浑身发冷。身边明明躺着一个女友，可床的另一侧竟还躺着一个一模一样的女友。就在他吓得不敢动时，身后的女友坐了起来。陈浩再次惊醒，原来竟是梦中梦。可这场连环噩梦太过真实，那种窒息的恐惧感死死攥着他的心脏，让他再也无法自欺欺人。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是真的撞邪了。天一亮，他立马拉着同事火急火燎再次找到玄真神婆，只求能保住一条小命。神婆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处境，为了查清真相，神婆请出了自己收养的小鬼。这只小鬼是我收养的第一只，也是里面法力最强的。你的事情必须问他，手给我。神婆刺破陈浩指尖，将一滴鲜血滴在了小鬼的嘴巴里，接下来就开始一问一答，举行仪式。你每问一个问题，他就会给你个答案。我所做的那个噩梦跟那个女鬼有关吗？一问一答之间，一个尘封几十年的秘密彻底浮出水面。他接着追问，他跟了我多久了？神婆解读小鬼的暗示，算出的结果让在场所有人汗毛倒竖。人生霜降，那是民国69年的秋天。69年，不就是你出生那一年？也就是说，从他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，这只女鬼就一直跟在他身边整整几十年，从未离开。陈浩当场崩溃，觉得荒谬至极。既然跟了一辈子，为什么偏偏现在才开始作祟？神婆继续追问小鬼，得知真相更是骇人。这场纠缠根本不是今生的恩怨，而是前世的孽缘。庚午为方位，指向他出生地东北方。民国19年，那里发生过一桩离奇命案，而死者就是陈浩的前世。不敢耽搁，陈浩回去立刻翻查史料，这不查不知道，一查直接吓破胆。民国19年，东北方老宅附近，一名年轻男子横死街头，被车撞得血肉模糊。而那张泛黄的死者照片竟和陈浩长得一模一样。他立刻回到家，在网上继续查询资料，结果在查到的照片上发现，密林深处赫然闪过一个惨白鬼影，眨眼间又消失不见。这让陈浩的心里越来越发慌。精神恍惚的他走进浴室洗澡，却丝毫没察觉浴缸里一具高度腐烂的女尸静静泡在里面，面目全非。转眼到了第二天，为了彻底解开谜团，陈浩孤身一人按照史料地址找到了那栋梦中老宅，砸开门锁，壮着胆子走进去。屋内布局竟然和梦境分毫不差，破败不堪，蛛网密布，腐朽的气息扑面而来，每一步都像是踩在阴阳边界。就在他四处查看时，下一秒一阵沉闷的钟声突然响起。就在这时，时空瞬间扭曲，他眼前一黑，竟直接穿越回了民国19年。前世的他只是个普通砍柴小伙，路过山路时捡到了那个阴婚红包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没有钱财，只有纸人、黄符和一缕青丝。他刚察觉不对劲，两个壮汉突然冲出来，二话不说将他强行掳走，直接锁进了这栋老宅。原来这家小姐未婚病逝，家人为了让她入宗祠，强行选中她做阴婚新郎，根本不管她愿不愿意。老宅内张灯结彩，却处处透着阴森，没有半分喜庆。她被强行换上喜服，就在她一脸懵逼时，一个诡异的声音响了起来：刷里天，阴阴在梦。
紧接着2个壮汉强行架着他就去拜堂。我怎么走？放开我！我的查某囝当青春当美丽，唔知是安怎得着一条怪病，伊的面直直烂落去，伊走去墙哪来掉倒。我今仔日会当做，就是替完成这场婚礼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捡着红包，你当然嘛要带伊啊！这是天注定的哦。你今若无带伊，伊就袂当落葬啊！这可把陈浩吓死了，按着脑袋和一句女尸拜天地，喝交杯酒。就在交杯酒入口的瞬间，他瞥见了新娘的脸，溃烂狰狞，吓得他魂飞魄散。超强的求生欲让他拼尽全力挣脱束缚，疯了一样冲出老宅，只想逃离这场恐怖的阴婚。可他刚跑到大路上，一辆汽车疾驰而来，迎面撞上，陈浩当场惨死。而另一边，玄真神婆为了救陈浩，在家开坛做法，试图驱散女鬼怨气。可他还是低估了女鬼的执念，一阵阴风席卷而来，法阵的烛火一个个被吹灭。下一秒，刺耳的尖笑直冲耳膜，神婆头疼欲裂，自己的法力被强行压制，女鬼隔空操控着她的身体。神婆失去反抗之力，当场惨死。唯一能救陈浩的人就此殒命。而老宅这边的陈浩突然惊醒，他也是真的勇，非要再去那个床前一把掀开被子，那个尸体依旧直挺挺躺在那儿。他这次果断拿起那个梦中反复出现的相框，擦去厚厚的灰尘，看清照片上人脸的那一刻，他彻底崩溃。照片上的女鬼竟和他朝夕相处的女友长得一模一样，所有被篡改的记忆瞬间回笼。原来陪在他身边的从来都不是他的女友，而是这只阴婚女鬼。他篡改了陈浩的记忆，替换了自己的身份。原来那天女友发现陈浩对着空气自言自语，满心疑惑，刚想发问，就被失去心智的陈浩死死掐住脖子，按在地上活活憋死。临死前奋力挣扎，在他胸口留下的那3道抓痕，而女友的尸体就被他亲手丢进了浴室浴缸，日复一日泡在血水之中，他却被蒙蔽双眼，视而不见。和厉鬼同床共枕，亲手杀害挚爱，这份痛苦比死亡更折磨人。真相大白，陈浩瘫倒在地，悔恨和绝望吞噬了他。他跌跌撞撞想逃离老宅，可大门早已被封死。女鬼的身影缓缓浮现，一步步向他走来。陈浩，我们要永远在一起哦。而故事的另一条线同样让人毛骨悚然，女高中生茵茵天生拥有阴阳眼，能看见常人看不到的亡魂。这段时间她被诡异事件缠上，险些丢了性命。先是亲眼看到同学家惨死的狗狗亡魂，血肉模糊，半夜回家被黑影尾随，卧室衣柜自动开合，床底伸出漆黑鬼手，泳池里被女鬼拖拽脚踝，淋浴间直面厉鬼扑杀，步步惊魂。直到他触碰到那只哭泣的女鬼，才看清所有真相。这只亡魂正是陈浩被杀害的真爱女友，他含冤而死，怨气难平，却从未想过害人，只想寻求帮助，揭露真相。得知一切的茵茵不敢耽搁，立马带着陈浩的同事赶往老宅。推开房门的那一刻，眼前的景象让两人当场傻眼。卧室的床上，陈浩双目紧闭，面色惨白，正和那具嫁衣干尸并排躺在一起，气息微弱，早已没了意识。两人不敢耽搁，随后进山将女鬼的尸骨好生安葬，希望能化解他百年怨念，让他得以安息。而陈浩女友的尸体也被警方从浴缸中抬出，沉冤得雪。医院里，昏迷的陈浩缓缓睁开双眼，他仿佛感应到了什么，目光空洞地望向床边的空椅子，那里空无一人。可他知道，女友的亡魂就静静站在那儿，没有怨恨，没有指责，只有不舍和温柔，默默守护着他。这份跨越生死的爱意和阴婚女鬼的偏执占有形成了最讽刺的对比。这世上最可怕的，从来都不是老宅里的红衣厉鬼，也不是路边勾魂的阴婚红包，而是封建陋习催生的偏执执念。百年阴婚困住的不是亡魂，而是生者愚昧的执念。
女鬼索命索的不是缘分，而是跨越轮回都不肯放手的战友。反观被害的女友，纵使含冤惨死，魂魄徘徊人间，满心也只剩救赎与温柔，从未有过半分加害之心。鬼由心生，邪由念起。旧时民俗里的糟粕困住了逝者，也害苦了生人。而现实里真正能护我们周全的，从不是八字命格，而是不贪小利的清醒，珍惜眼前人的本心与不信鬼神的坦荡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我是听雨，关注我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